睡眠占了人生1/3的时间，是对我们极其重要的休息活动，也算是一种享受。不过，假如在睡眠时自己或者枕边人发出鼻鼾声，不但影响睡眠质素，就连情绪、翌日的工作表现也随之变差。打鼻鼾的这件事，以往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顶多就是睡觉时会很吵而已。但后来却发现它会影响心血管，也是个很重要的慢性病存在。有这困扰的人，常常会在睡觉时吸不到气，睡到一半又被打呼打断，所以会有长期睡不饱，身体更是处于长期缺氧状态，久而久之就会发炎，产生血管硬化，进而引发高血压、心律不整、中风等疾病 （MBSP）。而什么是鼻鼾？鼻鼾是因为部分上呼吸道阻塞而引起。当我们睡着时，颈部肌肉会放松，有时候颈部肌肉太过放松而导致上呼吸道部分关闭，进而造成呼吸道太窄，结果无法将足够的气体输送到肺部。所以，鼻鼾的由来就是因为上呼吸道狭窄，气流冲击上呼吸道震动而发出声音，是呼吸欠通畅的表现。那什么原因导致鼻鼾呢？很多人以为肥胖人士才会有鼻鼾，事实上，鼻鼾是不分男女、年龄、肥瘦的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有鼻鼾。的确，肥胖是其中一个引致鼻鼾的主要因素，因为肥胖的话，表示全身脂肪比例甚多，颈部会有脂肪积聚，喉咙内壁受压，直接影响呼吸。故本身身形较胖、双下巴和颈短人士容易有鼻鼾，患睡眠窒息症机会亦较高。但要留意的是，鼻鼾的成因主要与鼻、口腔、喉咙有关，所以不论身形肥瘦，任何人也有机会于睡眠时发出鼻鼾。造成鼻鼾也有可能是由于鼻中隔弯曲、过敏、鼻窦感染、鼻甲肿胀而引起。5个方法减轻鼻鼾情况。肥胖是鼻鼾的一大因素，因过多脂肪会使喉咙内壁受压，直接影响呼吸，因会减少身体的脂肪比例，对减轻鼻鼾有一定帮助。可以让头部垫高约4寸，有助于使舌头下颚向前移动，避免阻塞喉咙，影响呼吸。另外，亦可保持侧卧姿势，同样可以减少呼吸道阻塞的可能性。如果有鼻塞情况，可在睡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窦，清理掉堵塞在鼻腔的分泌物，可在睡觉时更轻松自然的呼吸。干燥的空气会刺激鼻腔及喉咙中的黏膜，所以鼻腔内壁有肿胀问题，在房间使用加湿器亦会有帮助。吸烟者有鼻鼾的机会亦是十分大，吸烟会刺激到鼻腔与喉咙中的黏膜，使其变成阻碍呼吸的障碍物，继而使鼻鼾发生。因此，戒烟能对鼻鼾情况有快速的缓解。这些方法学起来，避免晚上造成的鼻鼾，困扰家人睡眠状况，也让家人担忧自己的健康。